我收过来一个铁疙瘩啊，但是嘞，吸铁石吸不住。哦，拿过来看看。不知道这是啥东西，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看这是啥东西。咦，看你这个造型大小的话，这不是铁疙瘩，这是50两的银锭啊！吸铁石肯定吸不起来啊。哎，你帮我看看，这不赔钱就行啊！我收回来，我花180块钱收回来了。哦，从那个废品堆里挑出来了。哦，你这挑出来运气好啊！180块钱收回来了，确实是真不贵，相当于是51斤收回来了。而你这个定型状态来看还不错，除了定面你看有少许的流通痕迹之外，这绝对是捡个大漏。现在这种50两银锭可不便宜啊！老板，你可给我看仔细了啊！这重量，没有50两，我称过了，重量也就3斤8两，划到18两。这重量算的区别很大，18两就是1900克。你看现在的重量算是对的，因为过去1两是37.3克，50两算下来也就是1900克。现在和过去的计量单位啊，这有所不同，这都很正常。我不管它正常不正常啊，我这下用刀子在上面划了一下。哦，它确实很软。软就正常了。一般像这种钉子，在过去也算是最纯的雪花银了，它们的含银量基本上能达到98%以上，因为它越纯，材质啊也就越软。你看你这上面用刀划的，这个很轻松啊，这都划出来伤痕了。不过很可惜啊，正是你这不经意间的划伤，轻轻松松几千块钱跑远了。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之前我是不知道啊，这么大一个疙瘩，那不用刀划几下，那我也不知道它是软的呀。那是嘞，这么大一个疙瘩融在一起，肯定很硬啊。主要是你不知道它是银锭，要知道它的价值啊，知道的话，估计你也不会拿刀子划了。你这年头，说实话，你说谁和钱过不去嘞？那被你说着了啊！我还以为买回来没人要，你帮我看看，能赚多少钱？能赚，肯定是大赚一笔啊！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这3斤8两的重量，你就是按废银子卖的话，轻轻松松1万出头啊！卖1万多？对。没想到，大赚一笔。那对，能卖1万多吗？对呀，我还真没想到还能大赚一笔。那何止只有区区的1万多了？你这个银锭啊，只是轻轻的用刀划了1、2下而已，对于整个品相来说并无大碍，因为划伤也不深，可以啊，整体忽略不计。我一直搞不明白，你这上面系一根绳子，又贴了一张白纸，这是在搞了啥？我是怕别人给我调包，所以我做了2个记号。我能明白你这种想法，做个记号确实是有用，比你用刀啊划上强1000倍。实话实说，你这个钉子一眼开门，而且落款，你看还有字儿，宣统年月，两侧的翅膀还不错，底部的蜂窝看一下。底部的蜂窝看着也比较舒服啊。银锭的真假其实主要参照的就是它的蜂窝，这个蜂窝啊形成的比较自然，造假的话这种蜂窝区别很大。细看的话，你这还多少还有一点金珠挂底嘞，金珠挂底啊一般很难形成，是一个技术活。综合来看的话，你这个钉子还不错，物以稀为贵，大概也就是10万块钱的样子吧。要是能卖10万的话，那我这可是赚了好几百倍的利润啊！对，那当铁卖给我，这老头绝对是眼花拿错了。你说的很对，人一天有3命，再加上年纪人是吧？年纪大了，老花眼，把这个银锭可能当铁疙瘩卖了。他要是知道自己把10万的银锭只卖了180块钱，说实话，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嘛？我看你也不是啥坏人，可以考虑给老人家送回去，说不定啊，他能多给你一些感谢费。那你说的对啊，我1分钱的感谢费也不要他的。你把这个东西还给我，我再抓紧时间给他送回去。对，你真是一个好人，你真是一个好人。这个真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我去等一会儿给你搞点那个防撞塑料给你，省得你磕着摔着碰着再刻花了。对，好吧。叔叔，这几天俺家老房子拆迁嘞，我扒出来一块带刺的砖头，我拖着还挺沉嘞，你能看能值多少钱？拖在手里确实挺沉的，上面写的果然有字。小朋友，你这可不是什么砖头啊，你看它的形状，中间窄，两头宽，因为它这个面是平的，样子就像一艘船一样，一面带字，另一面是浇筑形成的蜂窝。
这拖着重量差不多有3斤重，典型的30多两银挺，我感觉着这个可不少值钱。给你拿回去，还交给爷爷奶奶。我为什么要交给他们呢？这是我捡的，我还差100块钱，准备给我自己买个生日蛋糕呢。哦，准备卖100块钱给自己买生日蛋糕，这看来你是要准备过生日啊？是的。首先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呀。我有10岁了。哦，10岁的话，你都知道捡破烂卖钱了。这过生日咋不让你爸爸妈妈给你买生日蛋糕啊？我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他们去打工的话，你还可以让爷爷奶奶帮你买啊。我爷爷奶奶太抠了。除了给我吃饭上学，而且也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想给我自己买一个大蛋糕。过生日买大蛋糕，说明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如果人一旦没有了梦想，和咸鱼几乎没什么区别。像你这么大年龄的话，爷爷奶奶不给你零花钱是对的。像你们小孩子从小养成花钱的习惯并不是什么好事。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挣钱，将来呢才算自己的本事。这砖头就是我自己捡的，我感觉这能卖几十100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自己给我自己买蛋糕。你说的非常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的这种思想是对的。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你这年龄太小了。现在你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挣钱那可是以后的事儿。就拿你这块砖头来说，你什么都不懂，张口就想卖100块钱，这显得太亏了。100多太亏了，难道这个砖头能值100多吗？叔叔，你帮我好好看看。帮你好好看看是应该的。首先说你这块砖头，第一个要给你纠正的，它并不是一块砖头。你像我们平时见的砖头哪有这么重的？我就拖着它沉，所以给你拿过来的。通过它沉首先说明它不是普通的泥疙瘩，这是正儿八经的宋代银挺，它的材质是银的。第二个，再来说它这个破，你看这个银挺表面看上去锈迹斑斑的，如果真是铁锈的话，肯定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早就溃烂腐蚀掉了。而这个黑色泛黄的就是银子长时间形成的包浆，所以这是包浆，并不是说破。再来看你这块银挺，字口保存的非常好，即使外面你看带了一层包浆，依然能够清楚的看出它这个字口，而且表面没有任何损伤，整体品相还不错。按目前的收藏价值来看的话，小朋友，你这一个银挺我感觉能卖同等重量的100元大钞。同等重量的100元大钞是什么？这个重量我只是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具体是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今天拿过来这个银挺很值钱。这那么值钱的东西怎么会在墙缝里呢？奇怪了。怎么会在墙缝里？这个问题你得回去问问你爷爷奶奶了，说不定这是你祖上的人，比如说像你老太爷老太太，他们过去砌进去的，反正就是值钱。你把它交给你的爷爷奶奶，说不定真有那个大蛋糕在家等着你呢。好嘞，谢谢叔叔。不客气不客气。我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需要卖这块银元，给她买辆车，买套房，顺便让你发点财。先谢谢您的好意。我看您这都是常见的冤大头这卖了咋可能买车买房我先瞅瞅。你们仔细看咋知道我的银元不值钱呢？我这几块银元都是唯一无二的币种，确实价值不菲。独一无二的银元大多数都是洋币我看您这几块这都是常见的冤大头壁面包浆，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状态。像这种银元根本就不用仔细看，看年份就行了。因为3894个年份里边其中只有8年是最贵的。但是很可惜，你这几块里边确实没有值钱了。你的结论下的太少了。我上一次有一个卖车的同学，他说拿我家的一块银元就可以签合同提车。签合同提车和银元能值一辆车钱是明显有区别的。第一，我也不知道当时他是咋给你承诺了，反正我知道有一个0元购车计划，就是不用交首付，可以贷款买车。不过后续的这个车款你得按时还
根本不存在还什么款。哎，只可惜我那个同学啊，经常忽悠人被人打了不敢进家门了。要不是啊，我就找他换车了。被别人追着打，那肯定得有原因啊！你想想，咱们正常的推销员，咋可能被别人追着打嘞？就你这种同学，只能说明他的人品有问题。既然是人品有问题，那他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儿，那都是有问题的呀。哎，就算同学有问题吧，但是你们同行不会说瞎话吧？北京干锅店的王总这一块啊，给我报10万。10万，这报价现在可以买皮革的共和军阀币了。虽说同样是袁世凯，但是军阀币那存世量可是真的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说的那个北京什么王总，应该是在网络认识的。就单听他给你这报价，就足以说明啊，他不怀啥好意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又是扯东又是扯西，说半天了，你这是想压我的价钱吧？哎，你报一口实在的价格我听听。哎呀，不存在压价之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给你报价，你肯定想不中，因为你这几块冤大头，对吧？你期望太高了，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不了解行情。如果你多少懂一点的话，不至于说别人说能换车，更不至于说值10万一块，你竟然当真了。哎，像你说的买车买房，那都得攒很多钱啊，而不是靠这种姻缘来逆天改命啊。首先，这种冤大头发行量巨大，3894个年份，它只有8年最贵。你这5块里边1块都没有。冤大头中啊，确实也有上10万的币种。你像什么甘肃家字啊，上百万的有签字版啊，上万的有各种附件版之类的大名誉品。也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带版，但凡这个笔面带版啊，都是存世量较少一点的。很可惜，你这几块这都是普通版，除了笔面包浆自然一些而已。但是我看有些还带戳，我看也都是800到1000左右吧。800到1000一个？对，这价格恐怕你也买不来吧？现在青菜都5、6块钱一斤了，更何况是这种老古董呢？那你拿青菜给古董来比，那啥也说明不了啊。无论是青菜还是这种冤大头，现在这个市面上啊，他们都是属于商品。既然是商品，他们就有一定的市场参考价。这个参考价啊，其实它就是市场行为，这个价格根本不受我们个人控制啊。你也别光给我讲那么多大道理。哎，该讲的呀，我也都给你讲清楚了。这几块能便宜10万块钱给你。你别说便宜10万给我，你就是再拿10块。他还值不了10万。我看你这个人啊，还挺执迷不悟嘞，因为你对银元的行情了解不多。先不要听网上专家给你报10万，你就建议你啊，先去系统性的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再去实体店多比较多问问，然后呢，大概行情你啥都懂了。算了吧，你这绝对是想忽悠我的银元了。没有，少10万块钱一个，我还不卖了呢。那你再转转吧。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看瓜。看咱这渣啊，给他弄来。金元宝。该那样那儿拿过来了。他给我了。给你了。不是谈个对象吗？家里有钱的很。喂，宝马奔驰。还都是这。上他家去了，家里边净是这。净是这。祖传的。祖传的。跟你说吧，这不是黄金的。可能。不可能，可能的很。我跟你说，从几点给你证明不是黄金啊？第一个，你知道这金元宝得有多重？最少是它的2倍以上。这纯粹是钱。钱？对。咋会？钱是白来，这是黄来的。外边镀嘞。懂不懂？外边镀嘞，我懂不懂？我懂是肯定懂。第一个重量是不对，然后第二个它颜色啊，既然是祖传的啊，你看它这2个招财进宝，这是明显是现代的一个字体。还有这个足金，它又打的是过去的一个主题，这是属于造假了，它没有造全，知道吧？知道啥意思吧？他给我的时候来就是大招得值个1、2万。那你这个东西啊，你说他家都开宝马奔驰，家里有钱的人才会给我家的嘛。他能给你干对样的呀？忽悠你的吧？忽悠你的吧？咋把忽悠嘞？不是，那不可能，忽悠你的，租金还是我有点不相信，你这说的不叫人信服，你说吧？不是不信服，你再仔细瞅瞅，这丫头，你看这都是金元宝，你说假嘞？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再看看。你见过金元宝没？我没见过。
你没见过，你说这假的，搁这，哎，你不懂就不懂了。我找个懂的人，你搁这你没见过，你搁这弄。我没见过真正的过去的金元宝，但是我知道黄金的比重。你知道黄金的一坨都是铜的。这天的，你说是假的，我说的。那你这个东西咋说呢？不是，我找其他人看看。你不懂，搁这不懂，我找懂人看。那你再找其他人看吧。过来了，美女。你好，老板。啊，拿的啥？拿个啥？你感觉估计没见过。啊，我没见过。那你没见过？嘿嘿，看看。哟。见过没见过？小了钱。啊。没见过吧？咋没见过？见过是见过。啊。我都在哪个？我在书上网上都查完了。啊。都没有。哦，没有。哦，只有俺家有这一个。哦。老没有？你非见过？我咋才不相信呢？这个东西确实发行了不多。知道这啥不知道？这不是小硬币吗？啊，小银币。那肯定是银币了。不来吧？你这有啥说法？有啥想法？啥这么？这一个压根也就是一个害怕弄丢了。啊，害怕弄丢。哎，所以说这个我拿来你看看。拿过来让我看看。哎，我也不想多。啊。多少？50万。50万。咦。想法不少啊，不多。你这想法说实话有点高，50万满足不了你，可能400-500块钱。拿过来吧，拿过来，啥呀？啊！看半天了，我要50万，你给我400-500块钱。我再说说，我再欣赏欣赏。你好好看看。50万，这我咋感觉你给做梦了？别说了，50万你要给不了了，咱都。我再给你少个零。啊，少个零多少？5万。5万。中了。5万，你要中不中咱给我，咱都成交。再拉拉，我再拉拉价。别拉了，别拉了。都这，中不中？你不用还价了，你反正我也下不中，要不然就这个价给你了。给我。啊，中了。好。中了呗，好。打开。5万啊。5万是吧？5万日元吧。老板一点都不诚意，没一点诚心。咱俩谁没诚心？人家500块钱的东西，你给我要5万，开玩笑了吗？500块钱东西，我给你查过了，不顶那些，我跟你说那些嘛。好。哎呦我的妈！俺这个朋友这是个实在人，那大的白金元宝，300多克的白金，他借了2000块钱，便宜卖给我了。看你这个元宝大小应该是10两了，如果是真的2000，确实便宜。只可惜啊，元宝过去没有白金的，我瞅瞅。买是白金啊，因为我知道白金不氧化要是银的话，早都生绿锈了。我以前学过化学课，成绩好得很。化学成绩好，其实和这个元宝没关系，因为过去压根儿它就没有白金。你看你这个器型，它是清朝以前的钉子，清朝那时候啊就没有白金，白金的温度比较高。很遗憾的告诉你啊，你拿过来的这个既不是白金，又不是银子，因为外边氧化了包浆，看着不自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给那朋友还回去。我还给他干啥？这个元宝是百年不遇的品种，错过这个村儿都没这个店了。我知道这绝对是白金的。这个白金其实分钯金和铂金，无论是钯金还是铂金，首先外边的颜色也不是这个样子。像你刚才说的，白金不会氧化，你可以明显的看一看，这外边很明显它都有包浆了，而且说实话，你这包浆很浮，所以说啊，绝对不是白金。你别总盯着上面的包浆说事儿。白金放实验场了，它也会包浆，毕竟重量快1斤了。那说到这个重量，我再给你这个说一说，白金的比重和黄金差不多。你这个我拖着比较轻啊，像你刚才说的300多克，很明显重量不达标。如果白金有这么一大疙瘩的话，这么着也得600克以上了。你这东西哪来的？跟你说这也无所谓。这我朋友的下乡收破烂，100块钱收回来的。卖家告诉我，他过去是白金。卖家说的是一块钻石，难道它就是一块钻石吗？听别人的话并不可信。如果真是白金，你想想人家100块钱他也不会卖啊。倒是你这个朋友很有意思啊，100块钱收回来的东西，他也不管3七21，也不管真假，直接20倍的利润给你了。你这还说他实在？他确实很实在你现在都不知道白金有多贵啊！我去转了几个金店了，
他们现在都不卖了，因为太贵。不是太贵，你说的恰恰相反。现在这个白金啊，无论钯金还是铂金都很便宜。之所以金店不卖白金首饰，完全是因为白金的熔点太高，工厂做出来啊，它这个利润太低，市面上的需求供小于求。因为咱中国人从骨子里边还是希望黄金。言归正传啊，你这个元宝还真不是白金，因为过去啊它是银本位，市面上买卖东西大家只认银子，所以不存在白金之说。再加上过去的科技啊它也有限，提炼白金的技术也不成熟，所以清朝整个时期啊都没有白金之说。另外我们是专业玩银元银锭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银子我们还是能一眼看出来的。首先材质啊也不是银的，你像过去的老银锭它都是过去冷水浇铸而成的，器型和它这个蜂窝都是不规则的。你看你这个翅膀包括蜂窝，这极度不自然，尤其是蜂窝，这很明显是用什么方形啊，它是给扎上去了，这是。你的鉴定结果太敷衍了事了啊！我实话告诉你吧，在网上我已经问过价了啊，他们报价100万。这个网上专家来报价，他只是说说而已。100万，你说谁会买一个铁疙瘩来？大家之所以收藏这些东西啊，完全就是看它的这个稀缺性，就是比较少。首先考虑了，必须得有年代感，必须得是老的。你说你这一个假的东西，专家咋给你看成白金的嘞？咦，你别质疑网上专家的权威性，他们的职业操守还是很棒的哦。你就说能值多少钱吧？这种东西说白了我们不会要。顺便提醒一下你，网上专家的骗局啊，现在也不是啥秘密了。首先给你报高价吸引你，当你拿着东西去实体店问价，根本就不会有人要。当你带着东西去找他们的话，后续他们肯定会摘你的各种费用，你心里边有个底儿就行了。你不要算了，想我买我白金元宝的人多的是哦，想买我也不卖了啊。那给你还拿着。你看二兄败家不败家啊？我记得30块银元，他给我提了个银条拿回来了，这能不能还管变成银元嘞？大爷，这变不回来了。银元一旦融化之后啊，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堆废银子。大爷，你说30块银元只提炼这么一小根银条，这明显重量不对呀。我偷说也不对啊。俺儿媳妇说的，他说的提炼成纯银了，里边的杂质它都提炼出来了，烧的都没有了。这是全世界都是最纯的银子了。提纯银子其实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因为银子本身价钱也不贵嘛。你现在随便去市面上买，基本上全部都是4个9的铸银，一颗也就10来块钱。你30多块银元，这好歹也800多克了。即使银元含银量只有80%多，提炼下来也不至于这么大一点儿。反正是木已成舟了银元它时代过回了，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是能管多卖钱还是好事啊。这里头含了有白金，银元里边含了有白金。大爷，你可不能听别人胡扯啊！白金的熔点可将近2000度了。以过去晚清、民国时期啊，那时候的科技，第一提炼不出来，第二这个炭火也烧不化。如果银元含了真有白金的话，市面上的银元恐怕被别人买完了。小伙子，我看你实在，我才给你透露这个消息。一般的人我还真不告诉他嘞。都我这一个白金银条，现在都是100万以上了。大爷，我觉得你这个人啊挺有意思的，你还说什么行业内幕？你不看看现在都啥年代了？银元里边含了真有白金的话，恐怕以现在互联网的威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再说白金的价格也不贵啊，你这是不是被别人蛊惑了？我可没有被人蛊惑啊！明天俺儿媳妇带着这个白金银条，关键上北京去交易去了，100万的价格都搞好了。我害怕他再卖亏了，我才找你再看看。大爷，今天你找我都找对了，那儿媳妇真是太年轻，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网上那一帮伪专家忽悠人也都算了，他出了什么馊主意，把银元提炼成银条，仅凭这一条就大错特错，好的银元汇成这个样子，你说100万谁会给你呢？你也搁北京开的有店价钱都提好了不然的话俺儿媳妇不会拿着银元去提啊。看你能给我多少吧？大爷，我肯定是给不了你100万啊，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那儿媳妇这个人太幼稚了，
听风就是雨。银元它的材质就是9银1铜，在过去它就是当钱来流通的。它为了不使它磨损，所以在银元里边故意加上一层黄铜，使它保持一定的硬度。所以银元它的银子不纯，但里边含的确实没有白金啊。咱就按100%白金来算，现在白金分铂金、钯金，无论是哪一种金，它们的价格并不贵，都还没有黄金贵。就你这一块也就200-300克吧。是任意一种白金的话，不过也就几万块钱吧。汇成这个样子，它一点古董属性都没有，反倒是30块银元，如果还健在的话啊，30块龙洋，现在拿到市面上怎么着也得卖个几万到10万不等。你即使是最便宜的冤大头，30块也得3万块钱了。而你这一堆废银子，这现在也就是一个银价几千块钱呗。啥呀？这好的白金银条，你给我几千块钱，是你分还是我分啊？你要叫俺儿媳妇听见了，那俩须得吵大架了。那如果真大吵一架的话，那只能说明那儿媳妇脾气很暴躁，生活中愿意听好听的，听不进去反对的声音，那确实很难沟通。但是就事论事的话，你还得在背后劝劝那儿媳妇，因为就这一根银条给你报100万，那都是忽悠你们的。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要真弄的是假的了，俺儿媳妇可真吵。是真的，你要是别人要骗我嘞？不忽悠你们的话，你说人家该咋挣你的手续费吧？网上专家的套路就是利用你们的无知，提前给你们估高价，取得你们的信任。然后当你拿着东西去找他们的时候啊，这时候他都该趁机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啊、拍卖费之类的东西了。就这根银条啊，肯定也给你卖不掉。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多找几个人问问就知道了。那我暂时先相信你一次啊，我再找人去估价去。对。